战斗机它不是一架战机，好像我们看电影，两架飞机在那边做缠斗，已经不是这样的空战了。现在的空战反而是我一架这个可能是 F-35，但是它主要是一个传输的节点或侦察的节点，因为它是逆中的外形，所以变成说它可以就是飞得更前面，然后它可以去找到敌人的时候呢，把一些电子讯号传回到后方，让后方的这一些可能 F-16、F-15来进行这空中的战斗。歼35跟 F-35B， 说实在，现在的两架比的已经不是单机对单机，而是一个系统对系统。那这个系统对抗的话，甚至也不是只有空中空军，甚至还包含了太空，对，甚至是海上相关的这些相关的感测器等。好，回到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的是美国陆战队和日本自卫队在日本众议院大选之后啊，他们就立刻展开了年度的军事演习。这个年度的联合演习呢，它的代号叫铁拳，一路呢要持续到3月9号为止啊。那么今年演习的重点呢是锁定在日本南西地区诸岛的离岛防卫还有夺岛作战。那美方呢这一次出动了800名的陆战队员，还有2100名海军官兵。日方则由陆上自卫队以及海上自卫队啊，总共出动了大概2000人来参与这个演习啊。演习的亮点呢是素有日本版海军陆战队之称的陆上自卫队水陆机动团，他们旗下的第3水陆机动联队首次加入了这个演习，那向外界展现他们快速反应的能力。好，这个联合演习呢，其实除了强调在离岛防卫的战力之外啊，蔡老师觉得是要向外界特别展现或表达什么样的战略意图？第一个，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水陆机动团啊？一般我们把它说是美国版的海兵队，就是 Marine。可是两个的概念是好像有点不大一样，因为我看到以前弄不懂，我就去问那个3个星星的，怎么不一样？问我星星啊，因为水陆机动团它是说夺岛，也就是我的岛被人家夺了之后的话，把它夺回来。但是美国的 Marine 是一个攻击型，而且美国 Marine 是一个远征型的，世界不管哪个地方它都可以去的。还有的话，日本的水陆机动团是属于陆上自卫队，那我们是海军陆战队，两个又有一点稍微不同，这是组织上面的，它是隶属于陆军的，对，这个两个有点不同。那我用几个手板来去给各位观众做一个解释。这个是水陆机动团他们的官网。那这个官网你会看到，这个看起来对我们讲还蛮熟悉，很像美国的什么就是 Marine Marine 那一种感觉啦。然后铁拳就是这个东西，这是他们的一个铁拳。这里他也有讲，我们的水陆机动团是为了要夺回岛，我们的岛被人家拿走之后把它夺回来，这是第一个定义上不同。那日本事实上他们不管什么演习，他都会讲得非常的清楚，他必须要告诉他们的民众，就官方嘛，必须跟他民众说我们在要做演习，要做什么演习呢？演习在什么时候呢？就是这个叫做铁拳的话，就2026年8月那个1月的时候，他就会讲。那讲的话，他就会讲年月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就很巨细明，很巨细，他去跟他的民众去讲，因为不然日本的国民他会抱怨的，对，抱怨的话，而且因为更细的，这我觉得很好玩。为什么更细？他要跟他们民众讲，各个县市去讲，我们总共演习这一些东西哦。我们这个东西，不管这是哪一个基地，内容很详细，很详细。这是官方版本哦，大家都可以去看得到。不管是哪一个岛，他也会知道我这个岛是做什么跳伞的活动，或是什么登陆的活动，或是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要做些什么因为太多了，我就再用这2个去做解释啊。那就会讲像是 Okinawa。他有跟他讲，我们Okinawa 的话，有在什么岛，在什么地方会去做什么这些东西，所以他表现的是我们有夺回岛的一个概念，而且他特别强调叫西南诸岛。那这个西南诸岛的话，还是针对中国大陆的人民解放军，因为它不是针对北韩，也不是针对所谓的一个俄罗斯，它只是要告诉对岸的人说，我们的能力事实上也有办法拿回来的。所以他这次出动了这个第3。就是水陆机动联队，主要展现的，你刚刚讲说是夺岛决心，是因为他们先预设了有可能未来有一天冲突发生的时候，这个岛，比如说属于日本的西南诸岛当中其中的一个岛，或者几个岛被解放军所占领，他们要夺回来，是这样子吗？是这样没有错。而且在之前的话，他们最近也在做一个概念，撤岛。
就是必须要把这个岛民先把它撤离之后，他不会说啊，我又一边要保护岛民，又一般去跟对岸的去一个作战。只要把这些都全部都撤完之后，他就可以全力去做一个反攻。而且他们有发现呢，现在人民解放军他现在的一个打法跟二战的时候日军的打法会非常的像，就是在什么点什么点，所以人民解放军这个做法是跟过去的像，但是他们有告诉我们一个概念过去日本曾经在世界上夺了很多的岛，这是坏的事情，这我们知道是坏的事情，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去防守。人民解放军的话，他还会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点，也就是说，好吧，你一个岛，你可能就1天2天你把我占领掉，但是你没有办法防守。我们以前就犯过同样的一个错误，这边的力量是告诉对岸，我们希望说不要有事情，我有这个力量把它夺回来，所以我们就大家相安无事，一直战事不要发生。它展现的是这个概念，并不是说我要去侵略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它是要不要事情发生。了解，还有一场演习这个也是这个联合的军演就是美军跟日军除了联合演习之外呢，现在也看到跟英国、澳洲的空军这是在美国的内华达州完成了这个红旗军演。那这次军演呢，集结了将近有3000名的官兵，还有100多架的飞机。美军首次派出了 F-35B 扮演的是解放军的歼35，很明显的就是针对如何在空中应对歼20跟歼35战机所带来的威胁，而这次的军演还结合了空中、网络跟太空战场的情境来进行模拟跟作战演练。这次军演的盟军打击部队呢，是由美国跟澳洲 F-35战机，还有英国的台风就是飓风战机所组成。任务呢是先打击敌方的关键基础设施，接下来再摧毁这个雷达跟防空系统我是先问一个实际的问题因为包括了美国、澳洲还有这个英国那多国的军机在真的状况发生的时候是如何来协同作战？这个要请教一下。这一边的话，其实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协同作战，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他们的一个空战的网络。因为其实现在我们讲战斗机，它不是一架战机，好像我们看电影这阿汤哥2架飞机在那边做这个 dogfight， 在那边做这种缠斗，已经不是这样的空战了。现在的空战反而是我一架这个可能是 F-35，但是它主要是一个传输的节点或侦察的节点，因为它是逆中的外形，所以变成说它可以去飞得更前面，然后它可以去找到敌人的时候呢，把一些电子讯号传回到后方，让后方的这一些可能 F-16、F-15来进行这空中的战斗。所以其实现在我们讲的是一个系统式的一个对抗。那这一次刚好我也有这个2月初刚去新加坡航展嘛，对，好，新加坡航展其实中国就有去展出这个歼35的模型，然后我们也看到了 Anduril 的这一个创办人拿尺去量等等的。可是说实在，他那个只是一个摆拍作秀啦，因为其实第一个那是模型，第二个是现在的空战已经不是去看这一架飞机的外形了，因为其实我们就知道歼35它主要是因为它逆中的话，第一个是涂料。再来就是发动机，你在那边量模型的外形，说实在那是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的。可是其实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今天的是不是可以完整的去模拟出解放军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实力？我个人会认为，如果你用歼35来做的话，或许可以去模拟一些空战动作。但是现在空战比的真正的是一个电子作战的一个环境，就是我们所谓的 system of system， 一个系统对抗。美国可以去完整的去模拟出中共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模式吗？我觉得这一点或许是打上一个问号。但是这一点不代表说他们的这个演习是没有作用的。其实现在就美国来看的话，它甚至有非常多的一些不管智库也好，甚至是一些空军相关的情报单位等等的，他们都非常的专注在共军研究，因为他们也会希望知己知彼。能够多了解解放军这一边在空中战场的一个发展，那对于他们未来的一个空战，绝对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能够占据优势。对，那所以说，其实今天我们来看歼35跟 F-35B 两者之间是不是谁的战力比较好？说实在，现在的2架比的已经不是单机对单机，而是一个系统对系统。那这个系统对抗的话，甚至也不是只有空中空军，甚至还包含了太空，对，甚至是海上相关的这些相关的感测器等等这一些。所以其实现在来看的话，我个人会认为，除了看单机之外，更要把这个目光战略的角度更要放大，甚至是看到太空或者是无人的战场。因为在这一次的新加坡航展里面，非常多的国家都有去展出相关中程僚机。那所以其实中程僚机要去依赖的，就不是飞行员的技术，而是你飞行员他是不是可以去除了飞得好之外，他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战场管制的人员？对，确实这个拿 F-35B 来模拟说歼35这
单一的看这个战机的战力，恐怕大概顶多能够确实看到一些，比如说优势或是短板。可是呢，比的是整体战力啊，因为先前的印巴空战大家记得吗？其实呢，就不是只是看单一战机它的这个战力的突出或者是短板在哪里哈。那当然，这个谈到军演呢，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了一件事情，他说2025年12月底呢，解放军在台湾周边举行了这个正义使命2025啊，在这个军演期间呢，解放军有一连串异常危险的飞行动作，包括了有一架歼16战机对国军执行任务的 F-16释放了干扰弹。那第二起事件呢，当中是看到有一架歼16非常靠近的飞在一架台湾这个 F-16的后方，基本上已经处于开火的位置。第3起事件是在台湾西北空域，一架歼16紧贴在一架轰6K的下方飞行，采取所谓的寄生技术。那么当然，这个就是不希望被台湾的雷达发现。而当被发现的时候呢，飞行员呢就将战机侧翻，展示机腹挂载的飞弹。那《金融时报》是这样评论的哦，他们说呢，这不像专业战机飞行员应有的行为，比较像是黑帮分子当街亮枪。当然，这个话说得很重哈。不过猜测哈，这个应该要做这样的动作之前，是不是已经他们内部也有先前推演跟讨论过？可是这种施压动作背后的目的，我们怎么看？还有如何去思考？应知道，黄老师。首先啊，如果这3件事情都是真的，那我觉得我们政府应该要先查一下泄密。政府怎么不先跟我们台湾人民讲，反而是外媒的记者先知道，先报道回来？对，这中间时间差是多少？各位如果还记得以前中国大陆的这个它的导弹飞越台湾的高空上空，结果我们也不知道啊，是日本先讲了，我们才知道原来有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把台湾人民的安全当成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的资讯披露在这个方面如果可以公开的话，先对我们公开，不要先对外国人公开。当然，如果这件事是假的，那我们今天坐在这边讨论干嘛？对。好，但是话说回来，因为主持人问的题，我不能不回答。因为那个动作，如果照《金融时报》报道的话，其实是蛮危险的。是的，因为这真的有可能在空中就擦枪走火了。所以我们应该有心理准备。原来两岸已经紧张到这个程度了，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对，没错，不是那个地图上几条线或那个方框框共机在这边来来去去，不是那么简单了。我们要赶快知道。好，很快回答一下您的问题。这个2025年其实大家都知道，就2个目的嘛，一个就是政治的目的，一个就是战略的目的。政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外国想要干预台海的那个政治决心越低越好。所以我把台湾包得紧紧的，我的军队就在这边来来去去，我的海这个 Coast Guard 也在这边来来去去，看你要怎么办。对，啊，那另外当然还有就是法律战，还有心理战，特别法律战，你可以看他那个区域都已经把台湾周边的领海或者澎湖的、金马的都框进去了，这不是法律战。那什么是法律战？好，那战略上面当然很快讲，就是说，包括拒绝这个外部的这个军事介入啊，然后另外当然还有像这个在台湾这边要做很快的这个压缩台湾预警时间的这个演练，不要让台湾民众觉得哇，从开始然后到真正转为准战争还要一阵子，可能很快，所以中国大陆我觉得他一直在试这样的一些做法。那至于台湾到底风险如何，我只能说很多的西方智库都认为风险不低，没有人认为是低的，但是是不是高呢？这个就要看每个智库自己的评估。我只能说，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就是两岸军事上的接触，如果已经像《金融时报》讲这么的接近了，那么风险绝对不会是低的。我个人会把它列为中，至少是中。那再来就是说，政治上能不能解决？有些事情其实政治上可以解决，就解决了。譬如说，以前我们去撤退这个大陈，怎么解决的？当然是政治解决啊。是，所以解放军没有打我们国军，我们把大陈的人撤回来。好，那所以政治有时候可以解决，可是现在两岸政治能不能解决？不能解决。没有政治沟通的管道，互相在指责对方。所以在没有政治沟通、政治解决的管道之下，军事又越来越接触的频繁、危险。那么风险，我只能说，过年啦，应该希望风平浪静。对。但是我看来年之后，中共的这个演习，大概上半年、下半年各一个，说不定短期内会是常态。是。所以我们只能
皮绷紧一点，小心看。这个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啊，就是呢台下的军官星星们呢排排坐，在左边右边这个演讲的呢就是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那这个礼拜呢，大家都知道呢，他把全球各地的高阶指挥官、高阶将领呢全部拉回了美国。那排排坐在听什么呢？听训。他说呢，美国的军队实在是必须要加强自己的实力啊。但是呢，这张图特别也是网友在揶揄赫格塞斯的。为什么？他们说，如果军官们像是赫格塞斯一样，在 Signal 的聊天室里面聊战争计划的话，恐怕就会被军法论处哈。但是唯一的例外就是赫格塞斯。好，那在这个会议之后呢，也有一位4星上将，他说，既然这个川普也好，或是赫格塞斯也好呢，在这个会谈当中呢，告诉大家说，如果不满意现在整个美国政府对军事方面，就是军方的一些决定的话呢，大可以自请离职。果然就有上将离职了。好，等一下我们就要来聊的哈，因为今天一开始要告诉大家是军事方面，美国现在非常的担忧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啊。那特别是《纽约时报》他们就报道说，根据就是美国战争部的估计，中国大陆火箭军在4年之内，他们的飞弹库存量增加了50%，达到了大约有3500枚。而解放军的航母，我们也知道福建舰，在日前完成了包括歼15T、歼35，还有空警600、3型舰载机的弹射，还有着陆的训练。未来呢，大家也在看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西太平洋会成为美中对决的场域？好，在2022年，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呢，美国海军一架 P8A 这个海神式的海上巡逻机，在东海进行异常的抵近侦察行动，在长江口的外海高强度的活动，它当时呢侦搜的目标被认为是当时要新下水的福建舰。那么央视在2025年呢，这个国防军事频道利剑也首次公布了，当时呢歼16驱离了这架 P8A 海上巡逻机的画面。首先要问的，因为很担心的就是中美双方在空中也好，海上也好，会擦枪走火。那如果是真的在空中遭遇的话，请教将军，这个空军出身哈，这个有没有什么 SOP 啊？因为在空中的话，我们要他们要去做一个拦截驱离。原来说刚开始是广播驱离，但是等到抵近的时候，他就要做一个强势驱离了。强势驱离啊，我们知道在2001年的时候的4月1号，在南海的那个擦撞事件，美国的EP3跟中国大陆王伟少校所驾的歼82型，那歼8甲型是它的进气口在中间，但是歼8乙型的啊，它进气口在两侧。在南海空中擦撞，王伟有弹射跳伞，但是找不到了，汪洋大海。那美国的呢，它整个的雷达罩撞掉，还有这个我们讲左机身的蒙皮撞掉，还有它的1号发动机最左边的1号发动机，然后靠内侧的是2号发动机，3号、4号，那这样刚好迫降，因为它整个气动力改变了，那王伟找不到了，所以造成很紧张的事件，迫降在这个南海的水林机场，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事情曾经发生过。这是24年前的事情。后来经过一个我们讲的是4月10号把这个机组，他们多少EP3有24个人，这个扣押1个礼拜。因为战机在空中的速度是非常的快，非常快。所以我刚刚特别问说 SOP 是说，因为在抵近侦察，那中方的战机是一定要进行警告跟驱离。对，所以它距离就很近。那距离近的话，大概只有3公尺。3公尺很近的人的那个动作都看得到。那个时候王伟有把这个氧气面罩摘下来，然后让他离开。动作换句话可以看得到了，你就知道多近。但是我们在空中的动作很近，有时候很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刹车，你是完全会有飞机是有惯性的，你这一惯性的完全撞到。那今天美国的 P8A 海神式的反潜侦察机在飞，对，它大概速度是800公里。那个中国大陆的歼16，它的速度拦截速度大概1100公里，你要去拦截嘛，它平常巡航速度是900公里，你大概要加100公里以上，因为你要去追它。如果再发生了之前您提到这个擦撞的意外，你说真的，因为一定是意外嘛，对意外。那接下来中美双方这两军之间的这种，比如说怎么样去交涉？对，那它处理程序是对，就变成这个状况。因为第一个，马上第一件事情先启动搜救计划，因为可能有人跳伞了，飞机有人坠海了，一坠海，第一件事情赶快去搜救。
海空联合搜救，是海上要出动，空中也要出动，中国大陆要出动，美军也要出动，因为各救各的。那各个的，所以我们讲了是擦撞还是相撞？一相撞，两个都掉了海里面，那这样子大家要搜救，所以一搜救有大兵力，那空中，那这个时候要启动一个联合机制，要不然他们空中又相撞了，因为大家都在搜救，上面有这个战斗机做警戒，下中间的时候有直升机，因为你海上搜救是直升机的事，它要吊挂，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还有海面的军舰也要过去，那这样的哇，就两个变成。海上不起遭遇就来了，这可以想见了，救人第一啊！对，不管是中国大陆或者是美国这边的战机，如果真的发生了擦撞的时候，万一落海，这个飞行员的生命是最宝贵的，要先救起来。不过接下来也要看到，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讲说，在西太平洋也好，包括台海、南海都有可能会发生。我们讲说，对两军这个战机啊，在空中遭遇，甚至包括呢航舰在水上遭遇的。万一擦枪走火怎么办？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最近也报道说，陆战队就宣布呢，无限期延长在日本冲绳的像是 MQ9无人机的部署。那因为要加强情报监视还有侦查的能力这个缩写就是 ISR 那么这些无人机呢，他们专门负责这些任务，可是呢不携带武器。主要就监控呢，包括像是日本南西诸岛周边的海域，另外还有东海跟南海的一些热点地区那如果说在东海发生了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军跟中方解放军这边的重大冲突，美军现在看起来他们的部署是还是集中在包括提到说特别无限期延长这个无人机的部署计划。邱老师觉得这个擦枪走火是大家都不愿意看见的，可是相关的部署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中方跟美方，特别是美方，它背后的一个思考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因为美国第7舰队的评估就是在印太的方向，还是因为你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戒，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场的冲突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那有可能是因为类似像刚刚举的这样的例子，就是可能在海上的侦查搜索，甚至在拦截的过程里面擦枪走火，对，或者是海面的舰艇在互相借互警戒的情况底下，可能就跟菲律宾南海发生这样的情况撞在一起。那这些东西其实，所有的历史事件通常都是由小小的意外事件引起。比如如果我们回想1967年，美国海军跟那时候北越在东京湾发生的事情，那可能一些原本不是蓄意，或我们甚至不认为它是一个刻意的行为，但是因为这些意外有可能会导致巨大的变化。那通常海军部署的兵力其实本身就必须要应对像这样子的突然来的改变。那刚刚何荣讲就是 MQ9，这也是因为解放军的海上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你想要再透过过往 P8A 或者其他有人机对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执行抵近侦察的风险越来越高，所以他们现在决定使用就无人机，对，用无人机来做。那这个无人机其实在做侦察搜索的时候，美军其实还是有特别的顾虑，大家要特别注意。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专家会讲说，日本部署 MQ9，其实不是，这些在日本部署的 MQ9，目前仍然都是由美军在操作，并不是由日本自卫队操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在印太方向总共有5艘航母，那扣掉斯坦尼斯号现在入港维修嘛，那可动用一般规划的兵力就是有4艘航母，但其中雷根号是常驻在横须贺，是那其他的3艘，因为可能会支援全球其他的任务，但是主要还侧重在太平洋这个方向，对，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其实美国在预防印太这个部分。就跟解放军有可能因为擦枪走火，或者可能因为其他政治事件或其他我们无法预测的事件，其实美军是做足准备的。而且现在像老师刚刚分析，是说将军也提到了传统上都是有人机，但现在先是派无人机，然后再有人机，这让我想到最近这个俄罗斯大批的无人机去测试这个北约的立场跟。这个对于现在乌克兰战场的这边的态度那所以呢，讲到说无人机也好，那现在进到有人机的部分就是8月7号，我们也看到了日本航空自卫队因为他们正式在九州
新田原空军基地部署了第一批的3架 F-35B 啊。那这个 F-35B 的战机呢，是洛马开发的第5代多用途，而且号称是隐形战机。那跟其他的 F-35机型相比的话，这个35B 呢，它具备了独特的短距起飞、垂降，还有包括呢这个刚刚特别提到它有隐身的这个功能。好，风传媒也整理报道说 ，F-35B 呢配合日本出云级的轻型航母啊，这会是日本首次具备远海投射固定翼战机的能力，为的就是大幅要扩展他们防卫的范围。所以蔡老师，从这个战略部署来规划，你看哈，就是说日本在东海，特别是东海这一块的防卫 ，F-35B 它未来可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配合出云号的。自然的话就完成了我们所说的航母这个字眼。过去的话，他们讲他们就出云号叫做多功能护卫舰，他们不讲是一个航母。可是虽然说它已经有类航母，那说对，有现在都很强调是类什么哈。可是它已经把 F-35B 本来是放在美国的军舰上，它有做一个训练，那现在已经放到出云号上面之后，它就是已经完成，代表他们已经转型，从一个叫做专属防卫变成反击能力，或是我们所说的敌基地攻击能力，而且。我们看到它是放在东海，东海的话，事实上他们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东海、台海、南海，事实上一串的。这个一串的话，并不能够说只是从东海的角度去看，所以东海、台海、南海，它是一串的。而且的话，我们把他们的地图再往左边反过来90度，这是日本的自卫队一直用的一个概念。转过了90度的话，东海、台海、南海等于是把中国大陆的解放军往太平洋走的时候，把它堵住了。那他们的一个角色的话，也就会反映到美国的一个政策，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川普政策就是希望说日本你要多担当一点点。那多担当，日方的话最近已经就是在今天已经选举完自民党的一个总裁，所以在选举之前，他可能一些政策会比较保守。那既然已经选完之后，他所谓的攻击能力或是我们讲的反击能力的话，应该会持续的加强。这个等一下我们要特别进一步再聊哈，因为要聊的是今天这个日本自民党总裁的选举啊。不过这个这样听下来，其实日本还是会以防御为主嘛，不太可能会主动出击，用攻击的方式嘛。防御的话，他们一直强调一个概念，叫做抑制力、抑制战力发生。他们的担心呢，就是说中国大陆的人民解放军，它的力量已经大到我可以去打你，你没有办法反击我，所以他们希望达到一个平衡点，不是说我要对你怎样，而是说你要来打我的时候，我的力量已经大到说你没有办法来打我，而且你必须要付出相当的一个代价，让你不会挑起战事，所以意志力是他们要的一个概念。OK， 好，那所以其实，在印太这部分，我特别请教谢大师啊，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原先我们都以为是在第一岛链哈，从刚刚提到的东海，然后到台海，甚至是包括往南就菲律宾那边的南海啊。可是你可以看到是不是现在部署是美军现在很担心的是，万一在西太平洋这一块，跟中方这边在不管空中也好、海上也好，甚至是水下也好的遭遇啊。那我要问的其实就是说，这代表的一件事情，就是中方解放军的能力其实已经延伸出了第一岛链了。未来冲突的区域很有可能是不是就会突穿到整个第一岛链是在第二岛链之间？您怎么看？当然了，几率都越来越大。不过比较会容易发生这个怎么讲呢？发生这些直接摩擦冲撞，还是在中国的沿海的海域啊，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跟他的一些盟友啊，一直还在对中国大陆一些敏感的这些沿海的区域进行抵近侦察，是或者说是这个怎么样自由航行啊这些。那过去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冲撞，我记得早年也有这个美国的侦察机嘛，对不对？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去驱离的机擦撞以后，好像是 P3C 吧。是不是？好像是 EP3，结果迫降嘛，迫降，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已经等于说是有了军事的摩擦了。那双方就是说，当然很快就可以怎么讲呢？取得联系，那会不会立刻升高？其实一般的情况不会立刻升高。对，基本上我想就是说，这么大的军事力量啊，双方如果说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的话，那当然就是双方都会先要查明真相，然后希望用比较平和的方式来解决。那中国大陆跟美国方面就是说，
双方都在避免因为接触的距离越来越近啊，能够避免造成意外的擦撞或怎样。所以事实上，美中两国事实上在海上在空中，就是说啊，这个所谓的意外相遇，空中水上意外相遇，两军这个的行为准则都有这样子的签。而且我刚刚从大使的分析当中听到一个重点就是中国大陆不会去想要把这个就是发生冲突的这个范围延伸到第一岛链以外，是限缩在第一岛链内，主要还是以说区域拒止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做一个他们的规划。2025年，我们说这可以说是强权国家的阅兵年。怎么说呢？因为俄罗斯在5月份举行大阅兵，美国在6月才刚结束不久，那么也举行了阅兵大典啊。接下来大家把目光就放在了中国大陆在9月份的阅兵典礼，这是定在9月3号，中方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大阅兵。而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的少将副局长吴泽科透露说，这次阅兵既会有传统主战武器的装备展示，还会有非常态作战领域的新型作战力量参与。所有参与阅兵的装备都会是中国大陆国产的现役主战装备，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时候也会在天安门发表重要谈话。好，这也可以说是习近平上任在任内的第3次大阅兵，而对照前2次那么分别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就是10年前；另外呢就是中共建政70周年。那这次呢又碰到了我们说逢时这是重要的日子80周年。那么这次大阅兵会特别具有什么样不同的政治和战略的意义？首先要请黄老师带我们分析一下。就诚如何荣刚刚讲的10年前2015年，在阅兵结束了以后，习近平就宣布了叫做深化国防与军队改革，作为深化改革的中间的一部分。是。那么军改10年了，到现在10年刚好是验证验收也10年成果的时候。那么再加上他组织改革还有这个一直到去年都还在变动，所以到今年是一个验收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阅兵本来就是展现一个国家的实力、武力，而这个实力、武力加在一起，其实就是中国大陆现在先进的科技力，尤其排在这个美俄之后。对，所以科技力的展示非常重要。那么这次他宣布的有几个特色，比如说无人载具，比如说这个超高音速的这个武器对，等等。另外还有就是网络等等。那么它会反映出习近平在过去2-3年开始强调所谓新质生产力中间对于解放军或是军事武器装备的部分的新质生产力，我相信应该会展示。最起码我们可以期待它会超越川普总统在这个华盛顿阅兵的时候，只是用手拿一个无人机或者是一个机器狗在路上走。我相信中国大陆可以推出的从他春晚可以找机器人跳未央歌的这种力道来讲，如果他们这次要把它推到极致，我相信在无人系统上面应该会有很多看点。对，现在就是看9月3号这个中共的大阅兵到时候登场的除了传统武器，刚刚特别提到就是非传统，也就是新型作战力量会有哪些展现，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机器狗。那这次在美国的大阅兵也看到了，但是也被外界戏称说这个还不能够真正的 work 还有包括说是不是会有所谓的无人的就是机器人，这个机器人的兵团甚至呢还有更先进的科技会同步的展现，现在外界都非常的预期。那么解放军呢，现在谈到说他在9月3号这个大阅兵上面可能会出现新型作战力量特别是锁定在无人智能作战装备。那么中国大陆的网络军事频道叫做儒雅随和老泰勒，他们就做出了分析，认为这很可能呢会有其中一项就是与第6代战机协同作战的无人机僚机会出现展示在全球面前，特别是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发展出双座型的歼20S，
在为第6代战机加上无人僚机的这种彼此配合的技术探路。另外呢，中国制的无人僚机的原型机叫飞鸿97，在2023年推出之后呢，也已经2年都没有更新进度消息了。所以说呢，目前6代机的歼36、歼50都已经出现了。那么现在呢，也让外界更对于大陆自制的无人机无人僚机的发展充满了好奇。所以文甲老师简单问哈，您觉得在我们刚刚提到的9月3号的大阅兵上，那么这个无人僚机搭配最先进的第6代的战机，这样的一个展现的组合，有可能出现吗？那我觉得是很有可能会出现哦，因为其实整个中国阅兵大概之前呢一共有17次啊，那这次可能9月3号就是为了要纪念所谓的这个抗战80周年，胜利80周年嘛，那当然他就要秀肌肉，那秀肌肉当然就是您刚刚讲这个飞鸿呢，他这个时候呢是他要来这个粉墨登场的时候了，来显示呢它的技术的突破，因为在无人机上哦。然后我们知道这个飞鸿97呢，在珠海航展之后呢，它就没有消息了。那如果说它这次来，可能就是要么是静态，要么就是随着这个歼20就一个伴飞有可能会是动态的。那当然就是我刚讲的是一个对内外的一个政治宣示哦。那我觉得一般来看哦，如果真的有出来，那可能离实战可能要3到5年了，就以往的来推啊。那所以有时候可见不一定是可战这我想是比较关键的问题。对，见了不一定会战。那当然最重要是不是它的技术的问题技术问题，因为呢它的这个技术验证还没有完成，而且协同系统其实它需要去磨合尤其跟歼20在一起的话，那歼20可能就要有多僚机啊，然后等等这些才能凸显所谓的蜂群作战嘛。因为这个你刚讲6代战机要随着无人机是一种蜂群作战的一个概念了。那如果说它的整个一个协同系统还没有处理好，那当然是这个现在可能是不可能用在这个战场上。那此外也有人讲说，它跟这美国的这个UFQ是无人机呢，其实他说可能是会跟它是比较。那我觉得呢，它可能还差远的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美国这个无人机它已经试飞了10000次的一个模拟的一个飞行那实际上它已经具备了这个不管是模组更新啊、自主任务跟多域整合的能力。我刚刚讲多域整合能力是非常之重要所以呢，我觉得虽然它已经有展示，但是也不一定说它已经马上的投入这个所谓的实战上。对，因为你刚刚提到的是美军正在研发的另外一个无人机的僚机系统嘛，就是 YFQ-44，是这个型号的是。所以我说因为它现在美国主要是要推这一款，但是它整个一个我刚讲过的，它的技术已经遥遥领先于中国，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军事呢是要以实战为主而且最重要是美国的这联合作战体系远大于远成熟于中国。对，那因此呢，这看起来可能中国要去超越美国还是要一段时间。不过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9月3号可能就是一个 demo， 就是展现他们的高科技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哈。那特别刚才陈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说未来就是说实体的有人机加上无人僚机，它最重要的关键是在于中间那个连接，就是链接的准确度，还有包括说完整性是如何所以现在看到说，当然2年都没有消息了，大家也很期待是飞鸿97那最新研发的进度会不会呈现在世人的面前？那这次也看到说，刚刚特别提到吴泽科他强调说呢，这次阅兵的新型作战力量特别是包含了无人智能、水下作战、网电攻防，还有高超声速这些新的科技，为的就是要展现呢解放军适应科技发展还有战争形态的演变，希望能够打赢未来战争的强大能力。而中国军事专家张军社就表示，解放军信息支援部队、军事航天部队、网络空间部队这3个重点呢，也会在这次的阅兵首度亮相。近期中国的这个高科技 AI 武器最近看到新闻呢，有说推出了像是蚊子一样大小只有1.3厘米大小的无人机，真的是非常小的，专门是用来作为隐蔽军事侦察行动所设计。而未来呢，它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像是追踪个人或者是窃听对话，因为它的体积真的非常小，你想想看，像蚊子一样那可以避开雷达的侦测，还有呢就是潜入情报或者是安全设施。所以我们要讲的是新型作战力量这个领域，
在解放军目前来说呢，他们的发展是突飞猛进啊。这对于未来大国之间的战争形态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左老师怎么看？好，首先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微型无人机哈，其实在之前已经有类似的发明，比如像是在挪威制造的那个叫做黑色大黄蜂无人机。那个在2022年、2023年，乌克兰就在战场上使用过了。因为这个主要是这个美国有采购，那当然因为欧洲有对这个乌克兰援助，所以也有把这个无人机有送到乌克兰战场上去。那它主要的就像刚才何荣主讲到的，就是说它是这种近距离的侦测，比如像在大楼、在城市里头。那当然它的一个缺点就是它飞行距离比较短。它比如像说它只能大概就是20公里，然后25分钟，它续航力也比较短。那现在这个大陆发展这一款呢，其实因为大陆现在最近是有公开这个展示哦，在那个中央的7套有介绍它的这个它的情况。那这个是由国防科技大学所发展出来的一个，所以它的特色就是我刚刚讲，像那个黑色大黄蜂无人机，它是10乘以2.5，那这一款呢，它是1.3。所以小了很多，就更不容易侦测到，更不容易侦测到。那当然它可能更轻，那它的续航力如何？现在还没有看到进一步的这个展示。但很显然就是说，因为这种它做的这么小，它那个工艺要非常的精细然后它可能要结合很多不同的这个功能在里头，包括它的智能设备，包括它的这种侦测设备，这些其实都蛮复杂的，所以当然就是表示它的工艺进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对，那至于在续航力，它的飞行范围，这当然就是下一步要进一步这个，当然要等这个中共方面进一步去公布，大家才可以看到的情况。那这显然就是一个新的所谓无人机也好，或者说 AI 它的一个展现。那我觉得这种展现当然会就是仰赖它的这种 AI 科技，可是这种 AI 科技它也是有它的正面跟负面。正面的好处当然就是说，它不只是说它可以去征收，而且呢，它也可以作为一种所谓的就是负面，就是反向的这种情报战，就是它可以释放很多错误的讯息，让对方去得到错误的一个认识。所以这个不管是正面的攻击，或者是主动攻击或者被动防守都有用，但是它的一个限制是什么？就是你要训练的那个大语言模型，必须你的资料要足够。你不能够去排除一些你认为不好的东西。对，你这个其实是很重要。我想美国也是这样，如果美国没有办法取得中共的它的一些语言方式，它也没有办法有效的去进行情报分析。同样的，如果中共在它训练的时候，它排除掉一些的语言内容，它也会妨碍它的训练。所以这个其实都有它的正面跟负面的影响。这背后的底其实都是 AI 科技哈，然后这个你可以想象这个蚊子大小大概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哈。真的，雷达很难侦测，而且最主要是搜集情报了，因为你想攻击是不太可能，对不对？对，攻击不可能，但是关通侦测非常重要。另外，你要知道微型无人机的话，它使用的晶片，就不是传统的那个晶片，一定是非常高端的。如果它真的能够发明出来的话，就表示即使在科技制裁的这么庞大的压力之下，中国大陆还是有办法能够在微型就是它能够缩小